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人生法则啊。因为我呢7月份马上就要开了这个人生晋级俱乐部了，没想到还是蛮多人踊跃参加的啊。当然，经过我的咨询之后呢，里边也是有合适有不合适的，所以呢，现在目前为止呢还在挑选学员。那肯定很多人就好奇了，说以望你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去开这个人生晋级俱乐部，并且为什么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帮别人做1对1辅导？你是怎么样去帮别人辅导的？大多数来找我的人啊，基本上他们都相信以望看事情呢是比较通透的。其实，人呢，有些时候很多困扰、很多难过啊、悲伤啊、纠结，都是因为面临在选择的路口上。你但凡选择了，你就不会痛苦，你就会直接去做，对不对？怎么会来找人辅导呢？是不是？那其实，在人生路上，你该如何选择？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只要你把一件事情能看通、看透，把它分析透彻了，你就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人间法则。讲了这个法则之后呢，如果你把这个法则看通、看透了，你了解清楚、搞懂了，那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自己来处理。当然这里边肯定有些东西也是卡的，要不然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痛苦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你们卡在哪里，为什么卡，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没有办法看通看透啊？这是今天要讲的。好，首先讲人生法则。其实我跟很多人说，人生法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定律，而且它是永恒不变的。人生法则的就是自然法则，也就是说在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条件备齐的情况底下，你想让它怎么发生，它就怎么发生啊。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快速，之所以很多人成功，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参通参透了这个道理。其实没有什么难的，真的没有什么难的。就像我之前讲过一样，你一颗西红柿，你想让它长成什么样子，你就按照它要长成的那些条件给足它，你就可以梦想成真。而且特别是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信息这么发达，知识都这么通透，大家完全可以快速的寻找到令你梦想成真的这些元素，然后努力的凑齐它，对不对？自然法则就是人间法则，所以难吗？并不难，对不对？那我们人到底卡在哪里？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梦想成真？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我的人生好卡、好痛苦？我遇到好像我什么都不顺，所以很多人就赖在什么命运不好啊，赖在我的运气不好啊，赖在出生的家庭不好啊。那当然，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生法则就是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是什么？就是因果。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造成什么果，也就是说你的天时地利人和，那就是因。然后呢，它就自然而然会造出一个它应该相对的那个结果，对吧？而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反向推理的话，你从现在今时今日你所承受的果当中，你就可以推断出你曾经的因是什么。那这样的因果关系里边，其实是非常好的去推断和总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错误在哪里。那在很多事情里边，只要你记住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联系的话，那你处理任何事情，你就会知道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辅导课程当中，我经常跟学员说，你不管遇到任何问题，一步一步的去寻找这个因，就说今时今日为什么会发生原因是什么，把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找到这个最终的原因。而且你越找的原因找的越对，你接下来该做什么，你就会更加容易去判断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把因给搞清楚了，整件事情都看通看透以后，你自然而然你的脑子里边就会捋出一条线，你就会知道 OK 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那这里就来了，为什么我们人会卡，为什么我们会纠结，会没有办法做决定？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在我们的人生晋级俱乐部里边，我将会要告诉大家和教给大家的，就是去真正的了解你自己。那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性里边有贪嗔痴这3个点，而我也说过，当我们处在这3个点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东西。那是我们的盲点盲区，我们做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对的。你想，当你眼看着这个火车往沟里掉的时候，
你怎么阻止他都阻止不了。为什么？是因为开火车里边的那个脑袋，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他才会往前冲。如果他知道前面是个沟的话，他还会往前冲吗？对不对？所以与其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让这个火车转头，不如直接打个电话给你的脑子里边去改变他的思想，他自然而然这个火车头就会走向另外一边，对吧？那人生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了解到自己的贪嗔痴的时候，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到底纠结的是什么，我痛苦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人卡在哪里，就是卡在我们的这些念想、这些念头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呢，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个盲点，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找别人帮我们去分析。而在人生晋级俱乐部里边呢，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教给大家怎么样去看透自己，去分辨自己的贪嗔痴。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客观的去分析自己，更客观的去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当你清楚的知道了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你的贪嗔痴是什么，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你的能力又能不能达到这个情况，你就自然而然会选择一个对的方向去做了。其实当一个人明了了以后，人呢一般有3种选择，3种形式吧。第一以往我知道我怎么做了，马上去做，这样他也不会纠结，会很开心，对不对？第二种说，我放弃，我就是改不了我的毛病，我没有办法，我宁愿选择懒惰，或者说这就是我的弊端，算了，我放弃，我不做了那这样的人也快乐，因为他也很了解自己了，知道自己的梦想可能和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符，那我的人生也没有必要去做些什么，那我就选择乖乖的带着我现状，我只要快乐，我只要不累，也没有什么，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我也不会饿着自己，我生活过得也很舒服，那我就这样了。这样的人也是幸福快乐的，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人属于第3种。第3种是什么？就是我一边痛苦，一边骂，一边不开心，但是仍然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其实以前呢，我有段时间我也特别纠结，就是我特别想要去帮这样的人。其实这也是属于我自己的执念，因为在我认为人不应该有痛苦的，人就是应该快乐幸福生活着的。所以像这样的人，我就特别想去帮助他们。我记得以前我说我就卡在一个点，就是一个女生在爱情中她出不来，非常痛苦，一边喊着你救救我，可是一边她就是不肯放手。那我那有段时间搞得我自己都不是说忧郁，就是我很钻在这个点上。我说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而就在那个时候，我身边出现了一个心理辅导师，就是一个朋友，然后我就会不停的问他，他就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其实呢，人呢，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其实就是我们的梦想成真。那这个人为什么他一边喊着救救我呀，我很痛苦啊，一边又不肯放手呢？就是因为他其实只要不放手，就算对方不爱他，他只要不放手，他就依然和这个人是有关系的。这种感觉他不愿放手。而他为什么要喊救命呢？因为他在痛苦纠结喊救命的时候，他可以把这种痛苦给释放掉，就是可以释放掉，然后呢，他这样才能平衡他现在的状况。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很多人表面上我们看来他是很痛苦的，他自己说他很痛苦，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正的痛苦到极致的话，他自然而然就放了。他自然而然，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心灰意冷了，心凉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放手。这个就是自然法则。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它都是跟着自然法则而走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通想透了的话，你会看得很开，你会把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看得很开。那我后来了解了以后，我就一下子放松很多，而且我也会把这个事实讲给这个人听。那这个人听了以后，他自己也会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我不是真的痛苦，我只是在用这种方法在平衡我现在的感觉。那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我好惨呐，我就活在地狱当中，因为是他自己选择不要放弃这个，是因为他还想和这个男人之间有一点关系，对不对？而他的痛苦，他的难过，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心态有地方发泄，可以平衡一下。所以这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点，就是这个世界你的双眼看到的东西，就不一定是真正的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世界有的人很说，我想要事实，我想要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事实到底是什么？而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世界上，你说它是真实的吗？你也可以说它是虚幻的。有很多很多东西，这个法则，如果你明白的话，你整个人就会对整个人世间都不会那么太过纠结，或者太过执着，或者是很痛苦，就不会了。所以其实人间法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真的非常简单。我曾经讲过，我说呢，我们的现状就是我们所有的梦想成真。那肯定在这个现状当中，有的人是很痛苦的，有的人是很快乐的，有的人是很无奈的。那在这期间，肯定这个痛苦分几种，一种是你自己今生造成的痛苦啊，有的是你无法改变的，比方说天灾人祸之类的东西，是你无法改变的痛苦。那这里边我们又该怎么去释怀呢？首先第一点的是呢，我说过，人间法则就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因果，对不对？那你现在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也是会有结果的。对我们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就努力的去改变它；对于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就去坦然的接受它。坦然的接受它，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因果，就是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做到这种想法，能清楚的分辨出来的话，那你的人生又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以前说过，我看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请上天赐给我勇气，让我去勇敢的做出改变，让我去勇敢的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物。上天给我勇气，让我去接受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实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请上天给我智慧，让我去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其实这又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人世间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这就是它是变动的。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说，变动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有的人特别怕变动，因为变动了，他总是要去努力的想方法去应对新的环境，他就会很恐惧、很害怕。他希望他自己的人生是就是1、2、3、4排着来，或者是有规有矩的生活着。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怕变动。但是我们人生它就是一个变动体。这个也是像自然法则一样，因为你身边的别人都在变，你自己不变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吧？我们也会随着这社会，随着身边的人，随着一切的变动，而我们也在变动，就像海里边大浪一样，我们都是在变动中的。但是它不管怎么变动啊，它这个因在不停的变，可能就造成了很多不同的果，但是它不管怎么变动，它的自然法则、人生法则都是没有变的，它都是这个法则规律是在里边的，只不过这个因在变，这个果也在变啊，但是它始终还是需要因才能有这个果的。同样的，只要你能找到这个果，你就必定能分析出这个因来，而这个因果关系搞通透了，那也就是人生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其实有很多时候，每当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别人以为以往什么事情都会去处理，不是，而是世界上不管你发生什么，上天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让你去走下一步。我们大部分卡在的并不是说我不会这个方法，而是我们不会选择我下一步该走哪条路，该做什么。因为你可以做很多东西，你也可以很多条路可以和你走，但是你总是没有办法选择。其实这个最难的是选择上，而不是说我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做这件事情也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了，你就会得到做了以后的结果；你不做，你就会得到不做以后的结果。其实两个结果都不会死的，两个结果都是你都是依然还是走着你的人生，它依然是一条人生路给你走，不会是死胡同的。所以如果你能淡定的选择了 OK， 我选择做啊，那我就拥有一个不同的人生。我选择不做，那我就坦然的过我的生活了。你以为那些要饭的，你以为那些捡破烂的，他们就痛苦吗？说不定他过得比你还快乐。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是我们脑子里边所判断的，那个是真相，那个不是真相。真正的真相是那个人自己，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己，那个才是真相。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你的感受快不快乐，你自己的那个才是最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你爱说吗？说什么？你爱说我什么说什么？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说的什么，
那都不代表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快乐了，我才是真正的快乐。你们说我多快乐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人生法则。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还会在意别人的想法吗？不会在意，是不是？其实道理真的很简单，道理真的很简单。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由于我们原生家庭，由于我们从小的这个传统教育，造成我们的大脑的思维方式都是在向外寻找，反而忽略了向内寻找。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别人看上去哇好成功啊，或者是他自己也照着别人的眼光在不停的朝自己的人生去奋斗，但是他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在做别人眼中的完美，而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现在的现状拥有的条件应该是很幸福快乐的，可是为什么我不快乐？为什么我不快乐吗？这也就是有的观众说，哎呀，遗忘，你整天说你怎么样，就是很厉害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你很富有啊，你很快乐啊，你也不看你有多有钱的啊。我说我现在拥有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东西是什么？时间啊！我现在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为什么？我现在在做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什么是幸福快乐？幸福快乐不表示你拥有几个米脸几个逼脸，不是啊，而是我自己想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拥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就拥有，对吧？什么是最值钱的东西？时间、自由。我们挣钱干什么？我们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自由吗？快乐吗？可是很多人他的金钱可能已经足够他购买一个自由身出来享受生活了，但是他却依然选择在金钱里边打滚，在金钱里边循环，不停的挣，不停地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搞不懂，他们看不穿自己的贪嗔痴，他们看不懂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真正想要什么？还是看着别人有什么我都想有什么？还是别人认为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放在别的上，都是放在外界的东西，你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我自己，如果我把我的人生看通看透了，我就会知道我做在一个什么点上是让我最舒服快乐的。我经常说，我说我长这么大，我不是一个有钱人，可是我一直过着别人非常羡慕的富人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自己的生活最舒服的那个点在哪里。那我达到了，我自由了，我快乐了，我幸福了。我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你是快乐幸福的吗？不需要，因为这个感受真正在心里的这个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才是最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学极简？极简以后又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极简可以让我们断舍离掉一些很多我们以前认为重要，但是其实实际上一点都不重要的东西。而且极简下来以后，它可以让你更清楚的了解自己，可以让你更精准的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让你对你的人生有了一个更精准的梳理整理。等你整理完了以后，你更加清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而这个点你想要的这个点会变得非常精准，而你的目标一达到，你就自由了呀。财务自由也好，时间自由也好，幸福自由都好，你可以拥有所有一切，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难达到，也不会太遥远，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一定要多有钱，我一定要怎么样我才能幸福快乐，不是的。但是我们人就是被这个贪嗔痴这三样东西一直拉扯到让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有时间仔细的思考我想要的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而促成这个幸福的因，这个因果的因到底需要有多大。我们只是在不停的扩张这个因，是我们也在不停的得到好的结果，可是这些因和这些果都是跟着这世界的变动，你在跟着大流在走，可是你自己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你可能已经忽略掉了。而我们每天忙乱的买进出，每天忙一些大堆的事情，每天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被我们这个无限放大的贪嗔痴拉扯着一直往前走。在这个庞大的滚动期间在这么多年来庞大的滚动之间，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累。其实可能你早就已经可以达到财务自由了，可能你早就已经达到可以像以往这样子在家里边坐着天天吃喝玩乐了，对不对？就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心思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啊。所以极简极简绝对是我们现在整理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门学问，断舍离。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开始，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人生，一定要从断舍离开始断舍离开始。好，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给大家讲一下人生法则，这个呢只是一个概念，大概给大家讲一下。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生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变动的，不管你曾经发生过什么，只要你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再重新制造新的因，你就必定会得到新的结果。所以呢，人间法则就是人间法则就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因果。把这个道理想通想透了，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就可以拥有，也就是说梦想成真。好了，今天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观看，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哦，对了，还有就是说，如果想参加我的人生晋级俱乐部的话，记得来找我报名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